好，回到节目来看，这个礼拜中日关系又有了新的变数哈。首先，那几件事情合并在一起看，在东亚这边呢，北韩在4号上午7点50分左右，从平壤的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好几枚的弹道飞弹。之后，在6号这一天，中国大陆商务部正式宣布，禁止包括稀土在内的所有军民两用物资物项向日本出口。然后在7号呢，商务部再宣布将对从日本进口的2氯细烷启动反倾销的调查。这个2氯细烷是什么？这个元素呢？是晶片薄膜沉积制成的核心前驱材料。那中方强调呢，会启动这次反倾销调查的焦点就直接指向3大厂商：日本企业的信越化学、法商一空的日本子公司，还有三菱化学。好，那所以呢，对日方展开的经济报复，其实从高市早苗发表过争议性的言论之后，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对应其实是一步一步的收紧，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精准式的打击那现在大家也用形容是用点穴式的精准打击。不过看到高市除了相对来说这一阵子比较低调以外，有没有任何的因应方式呢？接下来。因应方式的话，我们先看一下中国大陆对日本的第一个是观光客可是这个观光客到底有没有效？我们看日方刚刚公布的一个数字因为中国大陆是在11月14日的时候，希望他们的国民不要去日本嘛，它是一个谨慎。但是日本刚公布的11月份总共去日本的是2025年11月份是562600人，比2024年11月多了。因为2024年11月是54万6333人，所以是增加了3.0%，这个是增加的。那另外一个的话，因为应该是12号12号的话，他们的船即将要去南鸟岛。南鸟岛那边的话，稀土大概我们全世界可以用几百年。12号的话会出港去开始开挖，这是第一个。那日方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偏不焦虑的一种态度。为什么不焦虑的话？你从整个看下来，他过去已经有一个经验。那我们再用事实上的数字去做一个解释，因为我们会看到很多东西，可是我们是要看一下数字。数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是12月5号跟7号 NHK 的做一个调查。他的国民对高市早苗对这一个因应对中方的一个因应的话，20%加41%，这两个加起来是61%是赞成的觉得他做的不是很好的话是18加11只有29，所以61的话是赞成支持他的，所以他支持率非常高。第二个我们还是要从市场的一个角度来看虽然说中方对日方祭出另外一个制裁，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星期五的话就是应该是1月9号，日本的股市是往上涨的，日本股市没有往下跌，它的股票没有去松动的，反而是往上涨的。也就是说虽然中方对日方祭出这么多的一个制裁，但是在国民它的一个支持率它是很高的，而且市场的话它是没有动的。没有动的话，代表的话，它那个点穴式的话，可能会对某些企业会有影响。那即使是有影响的话，对整体来而言的话，并不会有太大的一种影响。老师觉得是冲击不大。就是说观光也好，包括像现在所寄出的这个稀土材料这些相关的这些制裁，不是制裁，就是说这些管制也好，或者说反倾销调查也好，影响不大。观光来讲的话，我们刚刚所说的，去年的11月，事实上是比2024年的11月是增加3.0%，所以中方的就是，但是我们从正面的角度去看，我们从正面角度，就是中国的观光客它变得比较现代化了，就是大人吵架归大人吵架，观光归观光，我就不要。我要问的意思是说，中方对于日方现在的做法，还会不会更加的收紧，而且还有哪几招会出呢？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稀土已经是寄出来了，但是这个稀土寄出来已经是在日方事先已经我们讲沙盘推演过，已经推演过了。因为他们从2010年的时候已经有经验，所以他们会有去做一个累计。然后这个累计就是我们讲会有一些库存。那这个库存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稀土它上面没有名字，它只是说中国不可以直接出口到日方。并不是说日方不能够从别的地方去买，所以稀土的话，它是如果说可能1年、2年、3年一直持续下去的话，那影响会很大。那只是说，如果是大人的吵架，口头吵架什么半年、1年又说下来的话，这个的话倒是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股市事实上它是往上涨的。
没有往下掉的，这个市场的话是乐观去看待的。好，所以这个接下来再来看哈，就是中日这样僵持不下，那会不会在4月份，也就是川习会的时候出现一个转机啊，或者是一个都有台阶下的可能？等一下我要特别请教一下几位老师。好，那现在看到中日关系，摆在眼前的事实是持续紧张，而且是不断的升高。中韩倒是呈现一个向好的格局啊，因为我们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呢，他先访问中国大陆，再访问日本。7号他结束了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回到国内之后呢，隔天主持会议时候指出，这次他访中为全面恢复韩中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两国深化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合作交流打下了稳定的基础哈。因为最关心的就是限韩令有没有可能来提前的取消，当然大陆方面也给了一个比较善意的回应。好，那李在明呢，接下来呢也会应日本的邀请，就是高扫描邀请他。那在13号呢，开始会对日本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而这也将会是韩日两国领导人时隔2个半月再次的面对面。李在明要访问高市扫描的故乡是奈良县啊，出席韩日双方的首脑会谈。好，说到了中韩这次的元首会哈，其实有一张照片啊，大家应该印象深刻，就是韩国总统李在明还特别自拍 selfie 一下哈，然后呢后面是习近平。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他的夫人哈，那2对夫妻呢在一起同框的画面。好，那所以呢，现在大家也在看的，委员你怎么看？李在明把握这次中韩正在紧张的这个时机哈，他站在韩国的立场，一定是想帮韩国争取对于韩国有利的一些利益哈。那中方又透过这次的中韩元首会，又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或者是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我是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能够改善跟南韩的关系是好的，啊，尤其当他跟日本、跟美国的关系，都有一点往下走了这个趋势，而且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那因为南韩毕竟它的半导体的产业还是非常强，啊，那南韩当然也需要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真的很需要南韩的一些的半导体的产品，对，啊，然后双方又那么近，啊，所以而且对南韩来讲还有一点。跟中国大陆关系啊，某种程度不是只有为了经贸利益而已，因为它可以牵制北韩，这一点非常重要。那现在要讲的就是说，那这个南韩想不想在中日之间扮演折冲的角色哈？我认为是第一个要看中国大陆跟日本有没有意愿。那你看高市早苗到现在为止，他民意支持度从去年10月到现在都70%以上，所以自民党现在认为这是很好的。他们可能也认为说，啊，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对中国大陆低头呢？我国内支持度这么高，而且现在自民党在考虑要解散国会，对，等一下我们特别要谈一下，要重新再选，对，所以这个时候日本没有低头的道理，对他来讲，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呢？我搞了一个80周年对日抗战的胜利，这个阅兵搞得这么大，然后我现在在经贸上对日本采取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惩罚，加紧惩罚的这个措施。那你想他会想要跟日本这个时候去低头吗？啊，不可能。要想要改善关系，我认为双方都有这个意愿。可是谁都不想提早，就是先讲出来，因为想讲出来说啊，我希望跟日本改善关系，或我愿意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那就显然你气势就低了嘛。而且前面做的都白费了。那你要考虑到国内的反弹哦。对啊，你北京。在这个外交对日本的外交上，你表现那么强硬，突然间说你要改善跟日本的关系，我看中国大陆你自己本身这个车子要怎么刹车？那对高市早苗也是一样。因为高市早苗他现在是一个非常右倾的这样一个政府，对中国大陆要去低头的话，他可能认为是一种一种耻辱了。对。那另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中日如果想改善关系，需要通过南韩吗？南韩有这个分量去调解这2个大国之间的纠纷吗？难呢，未必有。而且最终还有一件事，南韩会想：那我得到什么？我如果得不到东西，我干嘛去帮你们去调停？你们双方之间某种程度的对立，对我南韩可能是一件好事啊！你中国大陆少买日本的货品，给我多买一点，对不对？那你日本少买中国大陆货品，给我南韩多买一点啊！你们观光客最好彼此都不要去，都来我南韩。所以。地缘政治哦，有时候朋友跟敌人是很难区分在一起。而且委员还讲到这边，我还特别想到说，日本现在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不好，其实
开心的还有美国啊，因为呢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买的话，跟美国买哈，所以回到刚刚讲说那个分量不足的问题啊，那所以美国应该够分量嘛，所以就是会不会在4月的川习会也可能会是一个化解僵局的机会？我想今年的一个2026年的4月的川习会，应该是大家各界万众瞩目的一个盛会啦。那至于是说，没错，刚刚老师有去提到这个北朝鲜，或者是在韩国啦等等这些问题啊，因为朝鲜半岛有自己的一个矛盾存在，而且对南韩来讲的话，他是日本巴不得他们的中日关系更紧张一点，可是对美国来说就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要看就是美日关系跟这个日韩关系是不一样的。对于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一些军事国防的或者是外交的政策，基本上跟美国是并切合作在一起的。所以其实今天来看的话，但是川习的见面是不是可以去让中日的关系会有一些春暖花开？我觉得还是去回归到美国本身的大战略。如果今天就川普来说，如果在去年12月发布的 NSS 这一份报告可以去代表美国的一个世界战略观的话，那我会认为中日关系即便好也不会太好，可能不会像现在一样这么样的一个剑拔弩张。但是你说要恢复到过去这么好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是很难的原因，因为对美国来讲，美国采取的就是这种远交近攻，它或许对中国是可以互动，然后它的这个近的这些委内瑞拉或者是一些格陵兰等等这些东西，它要去牢牢的掌握在手中，但是它会去利用，或者你要说利用也可以，或者是合作也可以，它会去透过日本来去牵制中国。所以其实对于美国来讲，他甚至也不会希望中日的关系太好，因为对美国来讲，日本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前进基地。是，所以刚刚我就突然想到 timing 还没出现哈，但是对于高市早苗来讲，现在有一个很好的 timing， 就是呢，刚才委员点到的要来改选国会这件事情啊。日本读卖新闻也报道说呢，高市早苗更在研议啊，考虑在23号国会一开始呢就宣布解散众议院来进行改选。那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自民党呢目前在众议院拥有199个席次，和维新会合计的话呢，勉强达到过半所需要的233席。但对于高市早苗来说，他当然希望自民党是独大，就是在国会是过半数的，不然现在钳制于这个维新党，其实有膈应哈。蔡老师，你了解日本的政局啊，所以您觉得，高市接下来就是他所带领的自民党有办法一举成为过半的国会最大党吗？高市早苗的话是我们所说的安倍前首相的一个继承者。那安倍的话，他非常会选举，他国政选举的话连6胜，创应该说执政最长的一个人。高市的话，他们事实上在去年11月的时候，内部已经做一个调查。如果11月解散的话，大概可以得到260席。今年的话又增加了，可能会再往上升，这是他为什么要解散的一个原因。他算过了，有算过了。那为什么会选安倍会选的一个很胜原因，就是叫做安倍经济学。但是现在对日本而言，它的名字叫做中国。我们看一下，多少国会议员来到我们台湾。不管以前他亲不亲台，反正现在只要选举到，很多人都会来台湾。那有多少人去到中国大陆？零。连国民党都不敢去。那我们如果说再用所谓的那个数字来去做一个解释的话，数字的话我把它做一个整理。这个整理的话，这是所谓的各家媒体的一个，因为可能就说有一些偏解什么的，但是各家整理看起来，不管是11月，不管是所谓的大概都6、7成，都会大概是7成都没有往下掉。但既然没有往下掉的话，它的支持率是非常的高。那非常的高的话，他用这样去做一个解散，那可能又有些人会去说了他可能现在是支持率高，可是是不是对于政党的支持率不是很高？那我们再用政党的支持率去做一个解释。政党支持率现在的自民党是大概是30%，第2名的只有6%，所以我们如果说撇除没有所谓的政党区分的话，那自民党大概就是占1半，因为这些人的话，他可能会投给自民党。那我们刚刚说的安倍，他为什么会选叫做安倍经济学？但是现在自民党他们选的叫做中国，所以只要中国对日本越不好的话，他现在的保守派的力量会越强。那越强的话国民的支持率自然就会越高。那越高的话，就是这个是一个时间点。而且你如果没有在23号解散，因为进入国会可能那个在野党会批评，而且他们担心万一内阁出来有一个人出包了，有一些什么 scandal 又出来了，他支持率会往下的。所以现在是最好的 timing。这是他们去算过的一个结果。好，那我再快速请教您哈，如果今天自民党成为未来的国会最大党了，高市可以全面执政了，对于中日关系，您觉得是好还是不好呢？
中日关系的话，日本他们会想，我跟你好的话，它可能只是一种表面，因为中日关系的话，他们还是存在所谓的军事上面的一个问题点。我们说中日好，大部分都是什么政治好，但是他们那是外交，外交的是一种表面，那不是真实的。军事的威胁是日本真正面临到，他们真的是连国民都有感受到他们的军事威胁。一般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现在感受到中国他们军事一天到晚来到我们这里，他们会担心。好，等一下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要来关注的，拉到美国去看一下，最高法院对于川普所发动的全球性的这个关税，到底合不合法？要宣判，马上回来。好，回到节目来看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呢，现在又预计说要改到1月14号的这一天呢，来公布美国总统川普所发动的全球性的关税政策是不是合法？因为原本大家期待的就是在1月9号的白天啊，台北时间的1月9号，昨天的就是礼拜六的深夜11点钟要公布，但是呢后来又往后延，说要1月14号再公布。路透也指出，如果川普输了这场官司的话，那后果是什么呢？美国政府可能会被要求返还进口商已经支付的税金。这个算了一下，合计大概是有达到1500亿美元哦。不过呢，就算是白宫被判输了啊，不合法，那仍然可以用其他的贸易法源重新来包装关税，比如说有关国安的232条款、贸易的301条款，还有呢122、338这些条款工具啊。所以接下来大家众所瞩目就是1月14号这一天。委员，您觉得啊，这个最高法院，因为很多人说美国的司法是他们的灵魂嘛，你觉得这个判决会是如何呢？大概会从什么方向？我是觉得一半一半的，因为你去看了前面的第一审是国际贸易法院判的，2审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判的，这两个都是判川普输了。好，那很重要一个原因就认为说，你这个税抽这个税，这个是国会的权利。你不如现在拿了一个什么 IEE 这个 PA 啊，什么国际什么紧急法案，经济什么权法案，就拿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在那边开始在关税上面这样子搞得虎虎生风。那如果按在这个最高法院，他们常常要做的是从宪政的理念上面来看问题。宪政就是美国就是 checks and balance， 对，就是要制衡的理则。那制衡理则里面很重要一件事，国会拥有的权利里面，除了宣战的权利以外，很重要就是扣税嘛，要征税嘛，包括关税嘛，这个权利基本上是在这个国会手上的。对，所以你现在川普就是等于是破坏这个规矩，破坏这个民主这个美国的宪法的三权分立的这个理则嘛。所以一般来讲认为他会输，可是另外一方我们要去想，就是说大法官也是人呢。现在9个大法官里面6个是共和党的总统提名的，其中有3个是川普第一任的时候所提名的。按你现在说这些人，这大法官也是人啊，他的心也是，他有人性人。对呀，所以他要感谢，而且当时这些美国的总统他们在挑大法官的时候，当然他们是要做功课的啦。第一个，他们对共和党的感情如何？第二个，他的理念上面对我们共和党的这个政治的哲学，我们的思维的这个理念是不是比较的接近？所以他挑出来的人基本上，民主党挑的人会比较倾向民主党，共和党挑的人是理念上面比较倾向共和党的嘛。那你现在6比3，保守派有6个。相对来说有优势。对啊，它相对而且这个优势起来是很明显的哈，所以大家就睁着眼睛去看。不过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即使你说它违宪，它现在主要指的是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嘛，对，关税里面的所谓的这个对等嘛，那其他的还是可以扣嘛，然后最重要是美国总统还是有些特权，譬如说232条款。301条款，这个我们都耳熟能详，能动不动就拿出来呀。对啊，如果232是针对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个大帽子，一扣上去，半导体的产品我就要扣你的税，汽车、不锈钢这些我都要扣你重税，为了国家安全啊，为了救我们自己的产业啊，很少人能够去对抗，你知道吧？而且你要对抗它的话，可能又要重新
要从这个最基层的法院又开始走起，要慢慢到最高法院。那时候川普大概任期都已经满了，对，所以作为总统，美国其实是个大总统，虽然是个民主国家，总统有太多的法宝，太多的权力在他手上供他使用，所以你真的要对抗一个总统不太容易啊！你说我这个不能做好，这个我就不要了，那我就拿另外一个东西出来啊！你说不要，但是也被我拖了一阵子啦。啊，你说这个不行，那我再拿另外一个来，搞不好大法官都已经走掉了，都死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美国总统他的一个权利。川普在2.0啊，就是他第2次执政啊，确实跟无限画上了等号一样哈，就是包括像是他的权力无限的扩张，还有包括刚刚我们讲到说委内瑞拉这个拥有它的石油资源是无限期的拥有这个石油资源啊，但是也看到这个美国的关税呢，现在当然大家等14号的这个判决，可是已经打得全天下大乱了哈。那日本跟南韩是因为经过和美国协商以后，现在关税都降到15%左右。主要受到的影响产业包括像是汽车、机械、工业设备，还有消费品啊。受到影响的企业包括像是本田汽车、现代汽车，还有这个三星电子等等哈。这是日韩的部分。可是最近啊，在日韩的股市啊，尤其日本股市啊，我们来看这个日经指数啊，还有 TOPIX 的指数呢，在新年度前2个交易日就累积了4.3%跟3.8%的涨幅啊，是1990年以来开年头2个交易日最强劲的涨势。日经指数更是突破了52000点。其实不止日本啦，包括台湾股市啊，你也看到涨破了3万点啊。那乐天证券社长呢就说，高市政权具有弹性的成长战略很关键，他认为股市会持续稳定的发展，感觉好像是有点脱钩的感觉，说是不是真的关税的影响不大，以至于说亚股最近包括我们提到的日本、韩国，尤其是日本股市啊，台湾也是，这个都高的吓人。老师怎么看？日本股市的话，事实上是在高市首相的当选之后就突破5万点。那5万点到底有多高的话因为它在泡沫经济1989年12月29日的时候，最高点是38915点，所以5万点的话是非常的高。那为什么会这么高的话？因为高市说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积极财政。那什么叫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这个叫做我们所说 PB。Primary balance， 也就是所谓的税收跟税出，它希望达到平衡。过去是以单年度来去计算的，但是高市说是以几个年度来去计算，而不是说我今年收多少就花多少，因为这是他们好多年来的一个目标，确实达不到，这是一个点。所以在股市上面的话，高市它表现得非常好，因为它的一个积极财政会继承安倍首相的3支箭，但是他讲了一个负责任。不过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点在股市之外的话，就是在它的汇率。因为它的汇率的话，毕竟还是比较便宜，那便宜的会造成它的一个物价会上涨。那如果说汇率往上升，就是变贵之后，日币变贵的话，物价自然就会变得比较便宜。那为什么汇率会变得没办法压下去的原因，会来自于日本银行，我们讲的叫做中央银行。日本银行的话，事实上是在去年的12月19日的话，在调高它的利息，只有到 0.75%，还是非常的低的。因为日本银行他们的做法就是稳健，慢慢的往上点，而不是给市场一个我们所说 surprise。你要一个 surprise 的话，日币才会升值，但它不要的这样子。日本央行长期来看的话，会维持低利，会慢慢的往上升，慢慢上升。但是它这个会产生它一个很大的问题。日本的负债是1129兆，占 GDP 是248.7%， 2025年的。这是他的一个问题点，所以他希望是用长期的一个角度成长之后这个 GDP 比自然就会往下降，这是他的 PB balance 是以数年度，而且是成长的角度，所以这个不同。OK， 因为现在大家的关注哈，因为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大家都知道说高市扫描其实是承袭这个安倍晋三的，那安倍3支箭哈，现在大家想说扫描经济学有没有办法再度的去创下这个日本的一些经济的盛况？可是那个时空跟现在这个时空会不会是一样哈？所以现在也在看这个事情。好，拉回到美国国内哈，最近有一件事情其实也是被大家热烈讨论，而且担心会不会演变成更大的一个冲突，就是呢，美国 ICE 的移民官员哈，他们最近在明尼苏达州 Minneapolis 的这个地方呢，枪杀了一名白人女子哈，引发众怒，有上千名的示威者呢上街怒斥可耻。也说执法人员呢用催泪瓦斯还有胡椒喷雾来驱离他们，
甚至对于这个开枪，这么轻易的就开枪射杀这一名白人女性啊，表达非常的不满。那路透社有报道说呢 ，ICE 的探员当时是枪杀了这一名叫37岁叫做古德的女子。可是呢，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诺姆等相关的官员呢，都为开枪的探员辩护啊，说 ICE 的干员是出于自我防卫，而且也指控说这个被击毙的这名女子古德呢，当时是企图开车冲撞执法人员，是本土恐怖主义的行为。可是真的，如果你有看过那个影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跟恐怖主义实在差太多了。那也难怪这个 ICE 的官员就是在现场被民众拍下来以后呢，怒斥，而且就告诉他说你不要走，可是他还是走了啊。现在接下来这个事情啊，风波，有人说这之前才发生了过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s 哈，那现在会不会变成是 White Lives Matters？ 这个事情怎么看？这边的话，我们首先要讲，要把一件事情把它归为是一个恐怖攻击、恐怖分子，是很大的帽子。因为其实美国是经历过恐攻，那他们美国也会去想，经过恐攻以后，他们有爱国者法案等等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对自由人权，甚至对他们的一个宪法修正案有很多的一些抵触的一些规定。对，那好不容易把它归为正轨了，那现在这一些是不是川普又会把它在这个倒回去呢？所以其实说实在，在什么外交啦、关税啦，很多美国人民他不一定有那么有感。因为对他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你会不会乱开枪，会不会去给我扣帽子，这个是关系到他们生活的。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处理得好。